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3年11月2號，年僅40歲嘅 Robert 喺香港陽明山莊嘅豪宅入面飲咗一杯奶昔之後，就被妻子 Nancy 用一尊小雕像毆打致死。當時呢單奶昔謀殺案轟動全城，媒體亦都不斷跟進此案進行報道，可以話係香港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嘅涉及外籍人士嘅刑事案件。1963年出世嘅 Robert 喺屋企排行第二，佢有一個哥哥 Andrew 同一個妹妹 Jane， 三兄妹都喺 New Jersey 成長。媽媽 Elaine 係一位和藹可親嘅人，喺社區入面好受歡迎。而爸爸 William 就比較嚴苛同挑剔，屋企人都必須經常承受佢嘅批評，所以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並唔密切。William 係一位化學家，佢白手興家成立咗一間專門製造打印機碳粉嘅公司 Synfax。佢憑住自己嘅努力，終於喺 New Jersey 嘅 Cedar River 買咗一棟豪宅，一家人過住無憂無慮嘅生活。Robert 可以稱得上係屋企入面最出眾嘅仔，雖然佢比哥哥 Andrew 細4歲，但係佢更加高大英俊，喺學術成績同體育方面都非常出色。高中畢業之後，學術成績優秀嘅 Robert 成功考入咗紐約大學商學院。大學畢業之後， Robert 就喺 Ladenburg Tolman 揾到咗第一份工。1987年 Robert 喺一個 party 度認識咗當時仲係一位女侍應嘅 Nancy。Nancy 漂亮性感，有些少藝術氣質，佢哋一見鍾情，好快就喺埋一齊。Nancy 1964年出生於 Michigan， 喺 Minnesota 成長。Nancy 非常重視物質享受，渴望要過光鮮亮麗嘅生活，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同時亦都可以向其他人炫耀。佢不惜花大錢購買奢侈品，一啲朋友仲將 Nancy 形容成一個會將規則或者係道德拗彎嚟適應自己嘅人。為咗達到目的，佢能夠編造出驚天嘅大謊言。Nancy 同 Robert 喺埋一齊之後，佢好快就搬入咗 Robert 嘅豪華公寓入面，展開咗同居生活。冇幾耐之後， Robert 亦都由證券公司辭職，去到紐約大學商學院攻讀碩士。按照 Nancy 嘅講法，擁有碩士文憑嘅佢，為咗幫助 Robert 實現抱負，佢不惜放棄咗自己想要成為藝術家嘅夢想。喺 Robert 攻讀碩士期間， Nancy 一日打3份工，喺唔同嘅餐廳做侍應，賺錢支持男朋友。Nancy 嘅講法的確值得商榷。首先， Robert 含住金鎖匙出世，就算屋企唔資助佢嘅學費，佢喺證券公司工作咗幾年，唔多唔少應該都有一啲積蓄。Nancy 亦都唔至於需要一日打3份工嚟資助佢。就算 Robert 真係冇積蓄， Nancy 自稱擁有碩士文憑。碩士文憑喺嗰個年代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以佢嘅學歷，應該可以揾到一份收入唔錯嘅工作嚟資助男朋友，而唔需要一日打3份工咁辛苦。Nancy 睇起嚟好似喺度刻意強調自己嘅付出，喺呢段關係入面營造出一種門當戶對嘅平衡感。1989年，喺 Robert 嘅媽媽 Elaine 過身嘅半年之後，佢就同 Nancy 結咗婚。Robert 嘅爸爸 William 喺之後嘅採訪中提到，冇乜嘢戀愛經驗嘅 Robert 喺好多事上面都聽從 Nancy 嘅意見，所以佢唔敢違背 Nancy 想要喺呢個時候結婚嘅意願。1990年，Robert 成功取得碩士文憑，
並進入咗 Lazard 投資銀行工作。雖然 Robert 缺乏經驗同推銷技巧，但係佢喺不良債務嘅領域就有住非凡嘅才能。換句話講， Robert 係一個擅長從失敗中賺錢嘅天才。1992年 Robert 嘅哥哥 Andrew 同出身名門嘅前滑雪運動員 Haley 結婚，冇幾耐之後就創辦咗自己嘅地產公司 Handrock。 雖然 Robert 同 Andrew 嘅關係唔密切， Nancy 亦都同 Andrew 夫婦相處得唔好，但係 Robert 都係喺 Handrock 度投資咗50萬美元，以示支持。1996年 Robert 被高盛集團挖角，並喺第2年被調到香港分部工作。 Nancy 同2個女都跟住佢一齊移居到香港，並喺嗰度誕下咗細仔。隨住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擅長由債務同損失中賺取盈利嘅 Robert 好快就賺到盆滿缽滿。2000年 Robert 跳槽到美林證券公司，佢亦都同屋企人住入咗陽明山莊嘅一棟公寓入面，過住奢華嘅生活。年輕有為嘅 Robert 同貌美如花嘅 Nancy 喺外人嘅眼中仿佛就係一對金童玉女，但係呢個睇似光鮮亮麗嘅背後，其實一早已經出現咗裂痕。 Robert 每日工作10幾個鐘，仲經常需要去到外地出差，能夠陪伴屋企人嘅時間真係唔多。由於屋企入面有聘請保姆同工人， Nancy 亦都唔需要為照顧小朋友同打理家務而操心。除咗出席慈善活動， Nancy 平時都會去到精品店消費打發時間。雖然 Nancy 睇起嚟好似有使唔完嘅錢，但係就算佢購買幾多嘅名牌，亦都始終無法填補佢內心嘅空虛。當 Nancy 同其他僑民太太傾偈嗰陣，佢最中意傾嘅話題就係當年佢為咗 Robert 而放棄夢想嘅故事，同埋不斷炫耀自己同 Robert 嘅性生活。2003年，香港爆發咗沙士疫情，為咗保護屋企人， Robert 決定叫 Nancy 帶住3個仔女返到美國躲避疫情，而自己就獨自留喺香港。 Nancy 帶住班仔女返到佢哋位於 Vermont 嘅度假別墅暫住，考慮到佢哋可能必須喺別墅入面住好長嘅一段時間，於是Nancy 為別墅添購咗一套豪華家庭影院，並喺過程中認識咗一位技工 Michael。Michael 係土生土長嘅當地人，外形粗獷，離過2次婚，目前居住喺 Nancy 別墅附近嘅拖車公園入面。有一次 Michael 向 Nancy 提起佢酗酒嘅爸爸十分暴力，經常毆打佢嘅媽媽。而 Nancy 嘅落寞神色就令佢諗起咗自己嘅媽媽。Nancy 亦都同 Michael 傾訴咗佢自己唔愉快嘅經歷。Nancy 終於揾到一個可以俾佢依靠嘅肩膊，而佢哋嘅感情亦都逐漸升溫。Nancy 買咗好多好貴嘅珠寶俾 Michael，其中仲包括一隻價值5000美元嘅名錶，而 Michael 亦都毫不避忌咁四周圍炫耀。其實 Nancy 一直都有紋身嘅諗法，不過 Robert 一直都唔同意。Michael 聽咗之後，就將 Nancy 帶到咗紋身店。Nancy 亦都喺膊頭度紋咗班仔女嘅中文名。身在香港嘅 Robert 好快就感覺到唔對路，佢懷疑 Nancy 背住佢出軌，於是佢喺2003年6月委託咗紐約嘅一位私家偵探調查 Nancy， 收集妻子出軌嘅證據。私家偵探好快就揾到咗 Nancy 嘅情夫，
只可惜未能夠影到佢哋兩個人嘅曖昧照片或者係影片。Robert 話俾私家偵探知，佢擔心 Nancy 會帶住班仔女一齊離開佢，所以佢願意同妻子和解。佢甚至仲考慮過要自己出錢將 Nancy 嘅情夫請嚟香港，咁佢至少仲可以同 Nancy 做一對名存實亡嘅表面夫妻。隨住香港嘅沙士疫情結束， Nancy 亦都帶住班仔女返到咗香港。Robert 亦都從來冇質問過妻子嘅婚外情，只係經常有意無意咁問佢喺美國嘅事。返到香港之後， Nancy 依然偷偷地同情夫 Michael 保持聯繫。2003年8月， Nancy 陪同 Robert 去到紐約進行背部手術，但係喺 Robert 進行手術期間， Nancy 就去咗中央公園同 Michael 幽會咗1個半鐘。之後 Nancy 仲用自己嘅私己錢買咗一部新電話，專門用嚟聯絡 Michael， 以防止丈夫喺電話賬單度發現任何蛛絲馬跡。除咗煲電話粥， Nancy 亦都有透過電郵嚟同 Michael 聯絡。但係 Nancy 唔知嘅係 Robert 一早就喺部電腦度安裝咗間諜軟件，用嚟監視妻子嘅電郵同埋喺網絡上嘅搜尋內容。所有嘅資料都會自動 backup 到 Robert 部電腦度。另外 Robert 亦都一直有同美國嘅私家偵探保持聯絡。2003年8月23號 Robert 打咗個電話俾私家偵探，佢話佢啱啱飲咗一杯 whisky， 感覺味道有啲唔妥，即使只係飲咗好少嘅份量，佢都係感到頭暈眼花。佢懷疑 Nancy 喺佢支 whisky 度落咗毒。私家偵探聽咗之後，即刻建議 Robert 將 whisky 嘅樣本拎去化驗，並到醫院進行檢查，有必要時即刻聯絡警方。但係 Robert 表示，佢對於自己懷疑妻子嘅諗法感到十分內疚。無論私家偵探點樣勸佢， Robert 始終都冇採納佢嘅建議。另一方面，隨住 Nancy 同 Michael 之間嘅電郵變得越嚟越露骨， Nancy 嘅網絡搜尋內容亦都變得越嚟越詭異。佢開始喺網絡度搜尋安眠藥、用藥過量同誘發心臟病嘅藥物等呢一類嘅關鍵詞。2003年11月2號上晝9點， Nancy 同屋企人分頭去到教堂參加周日禮拜。禮拜結束之後， Nancy 先揸車送大女去參加朋友嘅生日 party， 之後先至返屋企。返到屋企之後， Nancy 打開咗電腦，佢無意中發現 Robert 嘅電子郵箱入面有一封離婚協議書。呢個時候 Nancy 先如夢初醒，原來 Robert 一早就發現咗佢嘅婚外情。下晝2點30分 Robert 帶住兒女同細仔返到咗屋企。2點45分，鄰居 Tanser 帶住佢7歲嘅女嚟到 Robert 嘅屋企，同 Robert 嘅仔女玩，而佢就同 Robert 喺客廳度傾偈。Tanser 注意到平時好熱情嘅 Nancy 並冇出嚟招呼自己。大約45分鐘之後，準備離開嘅 Tanser 覺得有啲頸渴，就問可唔可以要一杯水飲。呢個時候，2個細路女喺廚房度跑咗出嚟，一人拎住一杯奶昔，分別遞俾自己嘅爸爸。嗰杯奶昔係粉紅色嘅，似乎係士多啤梨口味，相當濃郁而且甜膩，入面仲混合咗香蕉同餅乾碎。之後 Nancy 喺廚房度伸出個頭嚟，話俾 Tanser 知
呢個係佢用秘密配方製作嘅慢性節奶昔。非常頸渴嘅 Tenser 一口氣就將杯奶昔飲晒咗，而 Robert 亦都係咁。當 Tenser 同個女返到屋企之後，佢嘅妻子好快就注意到丈夫塊面異常紅潤。冇幾耐之後 Tenser 就話自己好攰，跟住就喺梳化度瞓着咗。妻子非常擔心 Tenser 嘅狀況，而嘗試將佢叫醒。但係無論係對住佢不斷大嗌，定係不斷咁打佢塊面，始終都冇辦法將 Tenser 叫醒。直到晚飯時間 Tenser 先終於醒返。食完晚飯之後 Tenser 表現得好似一個喜怒無常嘅 BB。佢衝咗入廚房，食咗3大桶嘅雪糕，仲喺家私度隨地大小便。第二日早晨，當 Tenser 醒返嗰陣，佢好似失咗憶咁，對於尋晚所發生嘅一切一啲印象都冇。11月3號 Robert 並冇去到公司返工。Nancy 話俾 Robert 嘅同事知，丈夫喺禮拜日就離開咗屋企，佢亦都唔知道丈夫去咗邊度。之後 Nancy 取消咗所有約會，並同朋友講 Robert 病咗，需要佢嘅照顧。一轉過頭 Nancy 就打咗個電話俾自己嘅爸爸 Ira 同埋情夫 Michael， 聲稱自己被丈夫打得好慘。Nancy 為咗印證自己嘅講法，佢仲特登喺11月4號去咗睇醫生，宣稱自己全身都痛。但係為 Nancy 檢查之後，醫生並冇發現到任何異常。佢懷疑 Nancy 喺度誇大其詞。呢段期間 Nancy 仲落單買咗一塊好貴嘅地氈，佢仲吩咐工人去買膠紙同尼龍繩。11月5號晏晝 Nancy 搵嚟咗公寓嘅維修人員，叫佢哋幫手將一啲嘢搬到佢啱啱喺地下倉庫租嘅儲存室入面。Nancy 除咗每日同 Michael 煲電話粥之外，佢仲買咗飛往舊金山嘅機票。11月6號 Robert 嘅上司同同事仍然都冇辦法聯絡到佢，於是佢哋決定報警。警方好快就採取咗行動，佢哋嚟到陽明山莊，但係就冇發現到 Robert 嘅身影。警方向 Nancy 問話，佢表示丈夫啱啱出門，而且喺出門之前仲打咗佢一身。之後警方喺公寓維修人員嗰度得知 Nancy 喺尋日要求佢哋將幾個箱同一塊舊地氈搬到地下倉庫嘅儲存室入面。維修人員回憶話，嗰塊舊地氈特別重，需要4個人先至搬得喐，而且仲散發住可疑嘅臭味。警方知道事有蹊蹺，於是馬上申請搜查令。午夜時分，警方返到咗陽明山莊，佢哋進入咗 Nancy 租嘅儲存室。一塊用繩同膠紙捆綁住嘅地氈，好快就吸引咗警方嘅目光。地氈上面仲被枕頭同一堆床單同埋衣物擲住。警方將地氈攤開，入面包住嘅正正就係 Robert 嘅遺體。佢嘅頭部被黑色嘅膠袋套住，成個身都被裝入咗一個巨大嘅白色膠袋入面，再用紅色嘅膠紙緊緊咁包裹住。另外，警方亦都喺箱入面發現咗一尊小雕像，上面仲檢測出大量嘅腦組織。呢尊小雕像係 Nancy 嘅婆婆留俾佢嘅。成為咗頭號嫌疑犯嘅 Nancy 即刻被逮捕。經過檢驗之後，法醫證實 Robert 嘅頭部曾經被硬物襲擊過5次。法醫亦都喺 Robert 嘅體內檢測到至少4種嘅鎮靜劑，其中包括
俗稱約會迷奸藥嘅強效安眠藥羅面諾，而呢幾種藥物都係之前 Nancy 睇症嗰陣所獲得嘅處方藥。警方推測 Robert 喺11月2號晏晝飲咗嗰杯被落咗藥嘅奶昔之後，佢就開始變得神志不清，或者係昏睡不醒。Nancy 就係喺呢個時候用嗰尊小雕像大力咁攻擊 Robert 嘅頭部，直到佢停止咗呼吸。之後 Nancy 就將 Robert 嘅遺體用地氈包住，再用尼龍繩同膠紙綁實。喺將遺體運走之前， Nancy 將 Robert 嘅遺體收埋喺主人房度，同佢共處咗2日。喺庭審中， Nancy 喊住咁講，佢一直以嚟都受到 Robert 身體上同精神上嘅虐待，並將 Robert 形容成一個吸毒成癮、酗酒同家暴嘅工作狂惡魔。Nancy 話 Robert 會經常強迫佢進行激烈嘅性行為，如果佢反抗嘅話， Robert 就會毆打佢。Nancy 亦都承認咗佢同 Michael 嘅婚外情，但係佢話 Michael 只係佢嘅避風港，佢仍然深愛住丈夫。Nancy 堅稱佢冇喺杯奶昔度落過藥。至於嗰啲可疑嘅網絡搜尋記錄同埋收集處方藥嘅行為， Nancy 俾出嘅解釋係佢已經冇辦法再承受丈夫嘅虐待啦，所以打算自我了結。根據 Nancy 嘅口供， Robert 喺11月2號向佢提出離婚，並表示會將仔女帶走。當時 Robert 嘅手上仲揸住一支棒球棍。Nancy 大聲質問佢， Robert 就開始用手中嘅棒球棍毆打佢。Nancy 為咗自衛，就拎起咗一尊小雕像進行反抗，一時失手先至會將丈夫殺死。但係鑑證人員並冇喺棒球棍度發現到 Robert 或者係 Nancy 嘅 DNA。而關於 Robert 離世直到遺體被發現前嘅呢段時間入面所發生嘅所有事， Nancy 一律表示唔記得。控方認為 Nancy 嘅殺人動機就係金錢，佢知道丈夫要同佢離婚，為咗獨佔丈夫高達1800萬美元嘅遺產，令到丈夫永遠消失，就係對佢最好嘅辦法。2005年9月 Nancy 被控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喺 Nancy 被判刑之後，3個仔女嘅監護權就成為咗大家關注嘅焦點，因為得到班細路嘅監護權就等於係得到 Robert 嘅全副身家。由於 Robert 指定咗外父 Ira 作為遺囑執行人，所以 Ira 就順理成章咁成為咗3個細路嘅遺產管理人，直到佢哋成年。同 Robert 關係唔係太好嘅爸爸 William 就對呢件事感到好憤怒，佢認為 Robert 係為咗討好 Nancy 先至會咁做，但係 Ira 就堅持自己同 Robert 情同父子， Robert 咁做係因為相信同認同自己。於是 Ira 就將3個細路帶返美國啦。不過 Ira 好快就對照顧3個小朋友感到力不從心。呢個時候 Robert 嘅哥哥 Andrew 向法庭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得到班細路嘅監護權。雖然 Andrew 夫婦已經有2位小朋友啦，不過法庭最終都係將班細路嘅監護權判咗俾 Andrew。之後 Andrew 租咗一架私人飛機，將3個細路接到咗自己位於康州 Greenwich 嘅豪宅入面，並將撫養5個小朋友嘅責任全部抌咗俾妻子希莉。為咗可以令班細路感受到家庭溫暖， Andrew 用咗17萬美元嚟到翻新豪宅，仲為自己收取咗30%嘅辛苦費。當然呢一切嘅開銷
都記錄喺 Robert 遺產嘅賬目度。Robert 嘅死亡令 Andrew 感到人生無常，佢深深咁體會到要及時行樂嘅重要性。於是 Andrew 開始大肆揮霍，購買遊艇、跑車，仲經常帶住唔同嘅女人周圍吃喝玩樂。而喺屋企度辛苦照顧小朋友嘅妻子 Hayley 就被 Andrew 形容為只係會問佢攞錢嘅衰女人。忍無可忍嘅 Hayley 最終選擇同 Andrew 離婚。Hayley 帶走咗自己嘅2位小朋友，並將 Robert 嘅3個仔女暫時交咗俾佢哋嘅姑姐 Jane 撫養。如果失去咗監護權，就代表住 Andrew 唔可以再隨意調配 Robert 嘅遺產。佢好嬲咁同 Jane 講，佢絕對唔會放棄自己嘅監護權，並會想盡辦法令到3位小朋友返去自己嘅身邊。但係 Andrew 就喺呢個時候陷入咗詐騙醜聞，佢被指控利用龐氏騙局喺唔同嘅州屬行騙，好快就會面臨牢獄之災啦。Jane 好快就向法庭提出咗監護權嘅申請。正在服刑嘅 Nancy 向法庭寫咗一封請願書，雖然佢唔中意 Hayley， 但係佢都係喺信入面不斷咁稱讚 Hayley， 並表示寧願將班細路嘅監護權交俾 Hayley， 亦都唔願意交俾衝住遺產而嚟嘅 Jane。不過 Nancy 嘅請願書並冇作用，法庭最終都係將監護權判咗俾 Jane。2006年3月 Andrew 為咗減刑而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但係就喺出庭前幾日 Andrew 被發現倒斃喺自己嘅豪宅入面，佢嘅手腳被綁住，被利器由背後刺死。由於 Andrew 實在係得罪太多人啦，就連 Hayley 都曾經講過想要殺死佢，所以警方一直都冇辦法鎖定嫌疑人。直到2008年3月，警方終於鎖定咗兇手，並將 Andrew 嘅前司機 Carlos 同埋佢嘅堂細佬 Leonard 逮捕咗。佢哋亦都分別獲刑6年及20年。2010年 Nancy 以法律錯誤為理由提出上訴，要求重審。2011年3月25號 Nancy 再次被判謀殺罪成，刑期不變。Nancy 目前喺香港大欖女懲教所服刑，佢依然堅稱自己係一位受害者。